这位小哥正在海边散步，突然发现岩石后躲藏了几只小猫，看见有陌生人靠近，小猫们立刻钻进了石缝里。当小哥想进一步上前时，一只母猫出现在他面前，而猫咪似乎并不害怕眼前的人类。躲藏在石缝里的小猫仔细打量着小哥，直到听见母猫的呼唤后，一只胆大的小猫才跑出来。原来小哥经常来海边投喂这些流浪猫，所以猫妈妈知道小哥是位好心人，看见母亲在身边，几只小猫也有了安全感，纷纷从里面出来，好奇地望着小哥。可母猫刚转身离开，胆小的它们又躲回了石缝里。很难想象在食物匮乏的海边，猫妈妈是如何把几只小猫拉扯大的。它们看起来只有1个月大小，与以往遇到的流浪猫不同，这几只小猫都长得白白净净，完全看不出一点流浪的样子。其中长得最像妈妈的小猫胆子最小，其他3只小梨花都是站在外面，只有它一直躲在里面唯唯诺诺不敢出来。看见如此呆萌的小猫，小哥忍不住想要上前抱起一只，可还没等他凑到面前，几只小猫就被吓得钻进了石缝。无奈的小哥只好先放弃。看来想要接近小猫，得先和猫妈妈搞好关系才行。几只小猫蜷缩着身子躲在石缝里，发现小哥并没有恶意，于是又探出小脑袋观望。听见猫妈妈的呼唤后，小猫迅速跑到妈妈身边，小哥伸手想去抚摸小猫，可小家伙却谨慎地躲开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，几只小猫终于放下了戒备，跟随妈妈跑了出来。小哥趁此机会捞起一只小猫，不得不说这颜值是真的高啊！小哥将它放在腿上，用手轻轻抚摸着小家伙。由于没有妈妈在身边，小猫还是有些胆怯，想必它是想回到妈妈身边了。最后小哥还是选择尊重它的决定，让它回到自己的家庭里。考虑到几只小猫还饿着肚子，于是他将提前准备好的猫罐头拿出来。可小猫们并没有吃过这种食物，很快又躲回了石缝里。而此时闻到香味的猫妈妈赶了过来，她大口品尝着碗里的食物，看样子应该是很久没吃东西了。小哥还特意在旁边加了淡水。几只小猫看见妈妈吃得很香，也都纷纷围上来。或许几只小猫还没断奶，它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吃碗里的食物，而是在一边喝水。不久后，那只胆子最小的猫咪也跟了出来。在猫妈妈的带领下，几只小猫开始尝试去吃碗里的食物。看见猫咪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小哥不由得感到心酸。对于流浪猫来说，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它们生活的常态。不过也正是有了像小哥一样的热心人士，它们才能生存下来。关爱流浪动物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。屋主家的柯基产下了6只狗宝宝，每只都长得十分呆萌可爱，可不要被它们乖巧的面孔所迷惑，个个都练就一副拆家的好本领，每天不是在拆家就是在拆家的路上。就连主人穿了半个月的臭袜子，它们也要拿来拆家练手。被主人赶来进行一顿爱的教育后，他们想的不是去找妈妈诉苦，想到的却是隔壁家的奥斯卡叔叔。奥斯卡长途奔袭了10公里，以100码的时速赶了过来。来到门前，他还很礼貌地敲门，眼见里面无人回应，奥斯卡的脾气瞬间就爆了表。急着见狗宝宝的他，几次大力撞击就把大门给踹开了，接着就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，看望朝思暮想的狗宝宝们。看到狗宝宝，奥斯卡露出了憨厚的笑容。此时听到声音的屋主赶了过来，屋主说起奥斯卡就一脸笑容。虽然他不是小狗们的父亲，但照顾狗宝宝比狗妈妈还要用心。小狗们也十分喜爱这位隔壁叔叔，他慈父般的笑容温暖了他们。虽然他跟小狗宝没有所谓的血缘关系，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父慈子孝。小奶狗一个劲站在奥斯卡面前撒娇，在他们心里早已把这个隔壁家的叔叔当成了爸爸。这画面把金毛主人都给逗乐了，心想自家的狗子算是白养了，不好好在家里待着，每天都来帮别人家带娃。虽然自己没有孩子，但带娃却很有一套。屋主把狗妈妈给叫了过来，可他快要靠近小奶狗时突然停住了，不但没有去照顾自己的孩子，反而走到附近直接趴了下来，甚至小奶狗过来找他玩耍，换来的却是狗妈妈的一阵臭骂。面对自己亲生的狗宝宝，他直接选择了摆烂，哪怕孩子撒娇卖萌，他也无动于衷。作为妈妈，她为何不待见自己的孩子呢？跟奥斯卡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奥斯卡只要看到孩子们，总是一脸的和蔼慈祥。随后屋主告诉了我们原因，原来奥斯卡跟狗妈妈翠花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的长大。其实他早就爱上了翠花，可翠花自从生下小奶狗后，就犯上了非常严重的产后抑郁。奥斯卡看着喜欢的人如此难过，感同身受的他也跟着一脸悲伤，于是承担起了照顾狗宝的责任。每天不是在哄娃，就是在带娃的路上。小狗宝们喜欢拆家，作为叔叔他就站出来阻止，教育他们从小就要做个乖宝宝。当然他也会偷偷的帮他们打开狗粮，给孩子们打牙祭、开荤。主人发现这群小可爱搞破坏后，本想给他们点教训，可奥斯卡把所有的锅都背在自己身上，哪怕主人来拉他回去，他也死活赖在地上不肯离开。接着跟主人在门口求情，让他留下来陪着狗宝宝们。最后丈母娘赶来劝说，如果不回家，以后就不许他见狗宝宝。奥斯卡这才乖乖的跟着主人回家。见大神终于离开了，屋主立马把大门拴好，
虽然他很喜欢奥斯卡来照顾狗宝宝，但毕竟那不是自家的狗啊。另一边，奥斯卡跟着主人回到家，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些小狗宝，站在门口朝着狗宝宝的方向眺望，心想没有他的照顾，也不知道狗宝宝们过得怎么样。奥斯卡是越想越心急，于是趁主人不注意钻了出去。想到狗宝宝没人照顾，他就有了动力，轻松一跃就跳过了自家的围墙，接着以100码的速度加速冲刺。他丝毫顾不上天气的炎热，加快脚步穿过了几公里的农田，又回到了小狗宝们所在的地方。这一次奥斯卡没有犹豫，一脚就把屋主家的门给踹开了，直到看到小奶狗们他才露出笑容。虽然小奶狗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他把狗宝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只有在小奶狗们的身边，他才会露出慈父般的笑容。看到这，翠花忍不住走了过来，冲过去就要把奥斯卡给赶走，质问他为什么要抢夺狗宝们的爱。作为妈妈，她也想跟孩子们在一起，奥斯卡作为外人却剥夺了她跟孩子的爱，所以一场夺子大战无法避免了。可小狗们心里清楚，只有在隔壁叔叔这里才能获得父爱，而妈妈却总离得他们远远的，这可把翠花给气坏了。再见奥斯卡时，她气得扭头就走。对于抢夺她孩子的好闺蜜，翠花心里既嫉妒又难过，只能远远地看着奥斯卡跟孩子们愉快地在一起打闹。原本这些天伦之乐都应该属于她的，但现在却被可恶的好闺蜜给抢走了。翠花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跑过来把小狗宝们揍了一顿，质问为什么不喜欢妈妈，反而却跟隔壁的叔叔那么亲。明明奥斯卡不是他们的父亲啊！奥斯卡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对着翠花就是一阵骂骂咧咧。可奥斯卡越劝翠花就越伤心，气得奥斯卡赶紧冲过来，告诉他平时不照顾好孩子，现在过来不是打就是骂。在奥斯卡的警告下，翠花只好灰溜溜地躲到一边。作为妈妈，她也心里苦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跟奥斯卡走得越来越近，仿佛他才是狗宝宝们真正的父亲。伤心的翠花气得躲到了一边，趴在地上反省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主人看到这既高兴又难过，为了这群毛孩子的健康，主人决定让奥斯卡成为自家的女婿，让他成为小狗们真正的父亲。于是挑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把所有的小狗宝带上一起春游，接着给翠花跟奥斯卡安排了一场属于他们的约会。奥斯卡始终陪伴在翠花身边，展示出他暖男的一面，而小奶狗们也非常懂事，让妈妈与叔叔能够单独约会。最后奥斯卡终于实现了愿望，跟小奶狗们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。一只受伤的流浪猫竟然主动来到一家宠物医院看病。起初老板并不了解猫咪的意图，以为他是想讨要一些食物，可猫咪进店后就开始跟在小哥身后，即便小哥拿出食物，他也丝毫不感兴趣。不管小哥走到哪里，猫咪都跟在后面。身为兽医的他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，难不成这家伙是来看病的吗？带着疑惑，小哥仔细看了看猫咪的身体，但似乎一切并没有什么问题。这只狸花猫也是懂人情世故的，知道自己没钱看病，他索性倒在地上冲着老板撒娇。不过当小哥想要离开时，猫咪却怎么都不肯让他走，这让小哥很是纳闷。好在机智的他很快便发现了问题，为了帮猫咪做个全面检查，小哥将它带到了房间，叮嘱猫咪不要乱动。而这只小猫也是出奇的听话，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等着老板回来。拿到仪器的小哥开始为猫咪检查，而这只小猫似乎也理解老板的用意，乖巧地配合着小哥。活了几十年，小哥也是头一回碰到这种新鲜事。难道他真知道这里是看病的地方吗？从猫咪的心跳频率来看，小哥并没有发现问题。为了进一步确定猫咪是否真的有病，小哥决定给他拍个片子一探究竟。图片上的结果显示，猫咪的后腿有轻微骨折迹象。果然，这只小猫是来看病求医的。老板对此也是很惊讶，这只猫究竟是如何得知自己会看病的呢？老板询问他是否要留下进行治疗，如果选择治疗就得留在店里。没想到猫咪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。最后老板决定帮助猫咪进行免费的治疗。从此这家店里多了一只可爱的小猫。这只小猫将两脚摊开，小手放在最中间，乍一看像个小孩。猫咪怪异的行为让女主严重怀疑它被什么东西附身了，因为半年前他们从山里回来之后，猫咪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，不仅行为越来越像人类，就连眼神都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这只橘猫名为小五，它是小姐姐2年前收养的。女主说家里其他小猫都是趴着休息，而小五却喜欢像人类一样坐着，哪怕是睡觉它也是坐在那里。每次女主打开电视机，小五立马就会坐到电视机面前，然后专心地盯着屏幕，似乎它真的能看懂一样。真正让女主觉得害怕的是，猫咪总是会盯着自己打聊，各种行为表现的都不像是一只正常的猫。其他猫咪都喜欢玩的逗猫棒，小五却不屑一顾，他觉得这种游戏太幼稚了，甚至眼神里还露出了鄙视的表情。女主说小五好像总是坐在那里思考什么，他现在完全不和其他猫咪玩耍。每次女主给他们喂饭时，都是另外2只在吃，而小五似乎根本不屑于跟他们一起进食，他只是远远的在一旁看着。难道他不吃东西吗？原来猫咪并不是不吃饭，而是等着女主来伺候它们。只有女主亲自端着食物，它才肯去吃碗里的猫粮。话说这也太会享受了吧。吃饱喝足后，小五会眯着眼睛坐在地上休息。摄影小哥用手戳了出去，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回头给了他一记白眼。
小姐姐说，以前小五不仅温顺可爱，还特别黏人，可现在她的一言一行都像个高深莫测的人类，这让女主很是害怕。那会不会这家伙是故意装出来的呢？为了搞清楚原因，于是女主假装外出，看见主人离开后，小五缓缓从地上爬起来，然后保持着坐立的姿势。此时的她像极了一个潜心修炼的僧人。看见猫咪的状态后，女主更加确定小五沾上了脏东西，因为以前小五见不到自己的时候，她都会在家里不停地喵叫，而现在猫咪完全不拿自己当主人了。女主感觉自己好像成了她的佣人。小姐姐给她买了很多玩具，想让小五恢复原来的模样，但猫咪似乎对任何玩具都提不起兴趣。女主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何好端端的一只猫变得和人一样了？有时候女主甚至都不敢和他对视，生怕他嘴里突然冒出一句人话。最近半年，小五和女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，准确的说是小五根本不想搭理女主，即便小姐姐百般讨好他，可结果还是无济于事。更多的时间里，小五喜欢独自坐在一旁，也不知道他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。节目组怀疑猫咪可能是患有什么罕见的疾病，于是便带着小五来到了宠物医院。可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，医生却表示猫咪的身体并没有什么问题。兽医认为猫咪比较喜欢模仿人类，所以才会表现出怪异的举动。但女主始终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